美国政府5月14号宣布，将对包括电动汽车等一系列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价值高达180亿美元。对此，中国外交部一连2天作出回应，表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讽刺拜登出尔反尔。曾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拜登，为何选在此时自我打脸？来看详细分析。 针对美国最近连续多次对华实施单边制裁、加征高额关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后，共同会见记者时回应表示，美方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并不能证明美国的强大，反而暴露出美方已丧失自信、乱了方寸，并不能解决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会对国际产供链的正常运转造成 进一步破坏，并不能因此阻止中国的发展振兴，反而会激发14亿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王毅强调，单边行径和保护主义违背时代发展潮流，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应当正告美方，不要再给世界制造新的麻烦了。 中国在和美方进行交流的时候呢，也多次反复强调，就是说中美经贸关系呢，本质上是互利共赢。中国反对把中美经贸关系呢这个政治化和武器化，这样扰乱中美正常经贸关系这样的行为呢，一方面是对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不利，那另外也会损害了中国这个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那中方可能会保留了采取反制措施这样一个权利了。针对美国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张美国总统拜登言论前后矛盾、自我打脸的对比图，并配文称一个来自2019年的关税教训。 2019年6月，拜登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举动进行了抨击。拜登当时写道：“特朗普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明白，他以为此举是在让中国为关税买单。但任何一个经济学新生都会告诉你是美国人在为此买单。然而到了今年5月14号，拜登却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扬言决心确保美国在这些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对于美方举动，中国商务部、外交部连续发声，表示强烈反对。在1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再次批评美方是错上加错，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美方继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进一步增加对华关税，是错上加错，只会显著推升进口商品成本，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更多的损失。 令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大的代价，美方的保护主义举措也将对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造成更大破坏。汪文斌还表示，多位欧洲的政要表示，加征关税是破坏全球贸易的下策，敦促美方切实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立即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措施。我注意到发言人提到了2个数据，以强调美国关税政策的自我伤害性。 首先，美国消费者实际上承担了加征关税92%的成本。其次，这也导致美国家庭每年需要额外支出约1300美元。那这些数据也直接揭示了关税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也注意到，美国此举所涵盖的电动汽车、锂电池都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产品。气候变化是中美之间为数不多的合作领域。那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条款，还是在对全球治理气候环境拖后腿。 当地时间14号中午，拜登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涵盖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关键矿产、半导体、钢铝以及医疗设备等产品。其中调整幅度最大、最受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领域。调整后，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将由目前的27.5%升至102.5%。 电动车所用的锂电池关税也由7.5%上调至25%。受关税影响的贸易产品总额约180亿美元，将于今年至2026年分阶段生效。 事实上，在过去3年多，拜登和民主党人并未改变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对华无端经贸打压措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有美国媒体直接发问：“总统先生，为什么这些关税等了3年？”对于质疑之声，正在签署总统备忘录的拜登并未正面回应，只是用了多个谢谢敷衍了事。
而特朗普也借机蹭热度。当天，他在纽约出席封口费案庭审后，批评拜登没有更早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采取更多行动，而且必须对除电动汽车之外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还鼓吹自己曾多次提出建议，但拜登就是不听。China's eating our lunch right now. 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拜登也予以回击。What do you say in response? He said China is eating our lunch. That's what Trump said today. We've been feeding them a long time. 对于为何拜登选在此时宣布对华加征关税，美国媒体认为一大因素就是因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摇摆州的选情告急。按照公开日程，5月19号，拜登即将前往密歇根州的大城底特律，而这些最新的关税行动，毫无疑问是拜登给密歇根铁锈区带去一份所谓大礼。Industries based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of Michigan and Pennsylvania. Adds to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his. It's a major reversal for President Biden, who 4 years ago strongly criticized tariffs that th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imposed on China, but then he left them in place, and now he's only expanding them. And we should note, 所谓铁锈区指的是美国工业衰退且蓝领工人集中的地区，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过去是美国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由于产业转型艰难，这些地区近几十年来发展陷入停滞，贫困率攀升。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铁锈地带选民最关注的就是经济议题。最新民调显示，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半年之际，包括铁锈地带在内的竞争最激烈的7个摇摆州中，特朗普已经在6个州领先于拜登，而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拿下了全部摇摆州。这个时候他出台这样一些政策来，也是为了他的出于他的大选，捞取选票这样一个政治考虑。新增对华关税的负面效应之一是将打击美国零售业。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对此强烈反对，呼吁拜登取消关税，否则美国消费者将会继续与通胀进行斗争，并为高额关税买单。美国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新关税政策糟糕，再一次将政治目的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是与其竞选对手特朗普进行的一场通往保护主义深渊的竞赛，必将重创美国消费者。外界注意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实际上，美方关税战此前就严重伤害了欧洲和日韩等盟友的利益。钢铝大战让他们心有余悸。14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打关税战是个坏主意。克里斯特松表示，他反对用惩罚性的关税解决贸易争端，而舒尔茨则强调了中西方贸易的重要性。他表示，西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有一半是由西方制造商自己生产的。舒尔茨还提到，欧美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出售汽车，还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拜登一方面就是指责他国搞不公平的竞争，但是拜登他在本国通过立法的方式大力扶持了清洁能源产业。那另外一个方面是通过搞关税的这种方式来打压对手，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美国又挥动关税大棒打压中国的电动车等商品，那对此您怎么看呢，陈先生？主持人好，拜登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气势汹汹，对电动车的关税呢上升到了102.5%，对锂电池增加到25%，对太阳能电池呢增加到50%，半导体增加到50%。听起来呢大有鱼死网破之势，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呢还要猛。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税率最高是25%，而拜登呢则达到了102%。但是呢，要是具体核算一下，美国的关税大棒实际上效果不大。就像有些人所分析的，都不是一拳打在棉花上，而是一拳挥在空气里。就说这电动车，一辆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在美国售价12000美元，而同样性能的电动车，美国公司生产的则要售价3万美元。即便呢，美国公司生产的电动车可以享受7500美元的补贴，同样是竞争不过中国造的电动车。所以美国呢用高超关税来阻挡中国电动车呢是基本上无望。再说太阳能电池，去年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约是330万美元，不到中国出口总额的0.1%，50%的关税呢打击不到中国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可以说，美国的关税大棒反倒凸显出美国的霸凌霸道。
就像汪一外长今天所说的，这说明啊，美国的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其次呢，是为了选举，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把比赛啊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更猛，当作是争取选票的工具，不惜呢扭曲市场。再次呢是进行煽动，要欧盟啊跟随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从而呢对中国新三养进行更多的限制，影响欧盟的关税政策。那么您认为欧洲会跟随美国吗？欧洲国家和企业是怎样应对美国的关税叫嚣呢？欧盟的市场情况呢是更加复杂，各国对中国的进口商品需求差距巨大，比较难做到符合各方利益的一致的关税政策。比如说电动车这一项，德国和瑞典等汽车出口大国呢，首先要估计他们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份额，这使得欧盟呢难以做出类似于美国的决定。即便法国呢也很想加征关税，但是想向自己的农产品干邑白兰地的对华出口，就得三思而后行。另外呢，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匈牙利，今年下半年接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可以决定欧盟的主要议事日程，比如说呢，是否对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等等。匈牙利是中国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中国呢在匈牙利有很多的投资，包括电动车、太阳能电池等等。欧尔班在龙至欧盟主席国期间呢，大概是不会安排对华加征关税这样的议程。过去啊，匈牙利要么阻止，要么淡化欧盟批评中国的声明，这些都显示欧盟跟随美国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概率比较低。况且呢，欧洲对气候变化、增加绿色能源的紧迫性要比美国呢强很多。